深坑锈，扎根入骨，锈色过渡自然；后坐之锈，浮皮潦草，一刮就掉。土坑锈，锈包浆，锈色包浆混合分布；后坐之锈，分布缺乏层次。真水锈，随形就势，自带水光；后座的白锈横平竖直，干拔无光，像撒野。什么是巧艺？巧艺不是以假乱真的手段，而是让破损的文物重获新生，让造假者无所遁形的技艺。为何入巧道？我父亲是巧道高手，在我10岁那年，他被人打成了重伤，像垃圾一样扔在我面前。我不知道父亲做了什么事，但肯定和巧道有关。我学巧艺，入巧道是为了找出害死我爹的幕后真凶，将他们绳之以法。巧道集合鉴真、炼假、修补、仿造等技艺，分为3门6派。入了此道，便是进了江湖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从现在起，你便是一位老朝奉，有义务维护巧道的真义，扫除巧道上的一切污秽。记住，过手不沾财，沾财必沾灾。这双手只能用来维护华夏文物，而不是谋取私利。从那一天起，我成了巧道上的老朝奉，我也将师傅的话刻进骨子里。不久，我循着我爹留下的线索，来到了江城。向南，这清代的烛台少了个底座，下午客人要来取，你去找个底座给他安上。哦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古玩少了个底座，价值跌了7、8成。包浆老道，锈色自然，完全没有修补痕迹。就算是巧道宗师来了，估计也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到以假乱真吧。这小子属老鼠的吧？找东西倒了2下子，找到了店里的另一个主人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！客人寄存的青铜鼎它裂了。这好好的一个青铜鼎，怎么还裂了呀？肯定是谁不小心偷摸研究的时候把这青铜鼎摔坏了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向客户交代？王师傅，这青铜鼎的具体情况，你来说说。我鉴定过了，这青铜鼎是
尺寸、内圈、材质等都符合西周青铜器的标准，价值不菲啊！咱们这一行过水就得担责，在咱们店里裂开，咱们就得赔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谁的货？是一个叫老邓的藏家，他带着鼎来店里做鉴定，咱们收取鉴定费，他带着这件青铜鼎去拍卖。邓，掌柜的，这是老邓的所有清单。是他啊！掌柜的，您认识？巧道高手鬼手邓，邓南天，我们被人盯上。掌柜的，这鬼手邓究竟什么来头啊？巧道分3门，形门善以精密模具复刻器物形制，色门专攻做旧之术，一门讲究以巧撕破真假界限。这邓南天便是巧道的高手，一身巧技炉火纯青。这些年，凡是被他看上的店铺，最后都落得破产的下场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，邓南天想垄断江城的古玩行业，自然是想要招揽。我不乐意，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掌柜的，别听他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依我看，这八成也是假的。巧道真真假假，以假乱真。坊间各有传闻，一些稀世珍品，大内一件我一件，谁能说得清楚？行业的规矩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那它就是真的。不错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守护文物、恪守巧道的真意，而是走上了牟利的不归路。开局就毁坏了西周青铜器，哇！是时候跟他们做个了结了。我知道大家对店铺都有感情，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如果大家有看得上的东西，随便挑一件吧，就当是留个念想吧。掌柜的，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赏口饭，我说不定还在街头要饭呢。现在你遇到困难了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是啊，掌柜的，当初要不是你的帮助，我娘早就死了。我欠你一条命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？哎，掌柜的，我们老张在巧道多年，也积累了很多巧技，还怕他一个鬼手斗不成吗？就是啊，这鬼手邓就算是把巧技玩出花来，还能把我们……巧道的规矩，辨真思图，要是败了，不但要输了这笔大王，就连名声也全都毁了。这辨真，元代青花瓷仿品，清代珐琅彩瓷赝品，汉代佛像真品，可惜不值钱。湘南干什么呢？小南，你不会想在你当古董跑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当闹钟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不要忘了，当初是谁赏你一口饭吃？要不是乔姐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哎呀，赶紧走，我们已经不缺学徒了，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吗？赶紧走吧，别碍事了。掌柜的，明天要出一批货，注意清点，给我遗漏。是。掌柜的，这个人说他也懂古玩，想找份工作，但是咱们店里的人员已经够了。王师傅，巧道义字当先，一口饭的事情，人在江湖，谁都有漏过的时候。带他去厨房给补饭吃吧。是掌柜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小伙子，遇到掌柜的你就偷着乐吧，以后你就跟着我，能学就学，不想学拉倒。苏小姐对我有恩，我绝不会见死不救。这是清代吉祥通宝母亲孤品，用它对付他们，应该够了。这小南，你还真是个没骨气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你现在带着这根铜钱，赶紧滚！要滚就滚远点，看你！
人各有志，不必强求。不管什么样的选择，未必不是对的。小南，姐姐相信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们江湖再会。掌柜的，鬼手道来了。苏巧巧，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守着这个破店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父亲的死和他有关，所以你在谈论？你父亲当年输给我的时候，可比你硬气多了。怎么，现在跟我玩两把的勇气都没有了？还是说你这个店空有其表，现在连个顶都赔不起了吧？啊，鬼手道，你别装了，这个青铜鼎明明好好的，才放了1天就裂了，一定是你故意设的局。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也是道上混的，怎么这点规矩都不懂？东西过了手便要负责，你要是不懂的话，就给我闭上你的嘴。你想要多少钱？赔偿。好。苏巧巧，这个青铜鼎是我托人在海外拍回来的孤品，市场价值至少1200万。1200万？你穷疯了吧你？你抢钱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查过资料，上1个月拍卖行类似的鼎才拍出800万，你敢要1200？而且你这个鼎儿有修复痕迹，腹底铭文的字迹有缺陷，依我看，你这个鼎顶多就值500万。姓张的，就你当年在潘家园，你非要把民国仿米说成是康熙官窑，你也配谈价格？还有你，去年非得学着人家鉴定古画，硬生生的把印刷品说成是科罗版，害得人家夫妻俩反目成仇，把婚都离。你还有脸站在这儿？他怎么知道？他不要找我！你们两个废物！苏巧巧，怎么回事？你这店里竟有这样的酒囊饭袋？巧道规矩，交易标准按照拍卖会同类器物为参考，拍卖会会议价，你这青铜鼎应该在800万的基础上再打5折，真实价值最多400万。400万？怎么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不是，你还想怎样？就一个裂纹，修修补补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掌柜的已经答应给你400万了，已经够可以，你还想怎样？你是真傻呀，还是装傻呀？古玩这种东西一旦破损，价格10不存一。这可是西周的青铜鼎，必须按照原价赔偿8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不太对。哎呀，我看你这小门小户的，这些破烂加起来不够800万吧？我这小门小户的店，不也让你惦记很久？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把这个店抵给我，然后你再陪我几年。只要你把老子陪舒服了，咱俩的账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无耻！看来是不答应了。哎呀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咱们就按照道上的规矩赔钱吧。掌柜的，分明就是这个鬼手都给咱们设的局，咱们就陪他耗着，咱就不给钱，看他们把咱们怎么样。耍无赖是吧？阿娘，
巧道第一讲的是义字，第二讲的是成字。没有这两个字，你跟谁做生意？我劝你们赶紧滚出江城，回家卖土豆去吧。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能……小南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赶紧起开！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再弄碎了，掌柜的会赔的更多。小南，掌柜心本来就烦，你个打杂在这捣什么乱？不就是个学徒吗？真以为自己是鉴定师？就是这么多师傅鉴定过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是假的？想表现也不挑个时候，真是闹笑话。小南，姐知道你想验真假，想帮姐，但这件事情你帮不上我，你退下吧。哟，一个小学徒还想露两手，这是想骑在师傅头上啊？行，谁家这店里人都是酒囊饭袋的。来，小贼徒，说两句。你要是能说出个1、2、3，我便少要100万；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就别怪我把你屎尿屁打出来。小南，你赶紧退下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快，我再看看。不是，你小子怎么不听劝呢？王师傅，您摸摸这顶服内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膈应。摸，小南，你摸什么摸？你能摸出个屁来！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有多动症哎？我现在看见他我就烦。哎，别再捣乱了，行不行？王师傅，您就过来看看。这小子难道看出什么来了？王师傅，你看看。我说你小子就是头巨驴，搞来搞去的，能搞出什么名堂？还就不信？这是我先生，请吧。这里面有范线啊，范线？这范线不对啊！西周鼎用的是分体范，范线应该是斜的。这鼎内壁的范线是直的，果然有范线，还真是直的。这明显是宋代、周代的特质啊！我去，咱们差点被他给骗了。就是说有什么不对呢，还说不出来。哼，这一下坐实了这是宋代的仿制品。这宋代仿的青铜器，却价值最多也就100万。哼！小南，你疯了吗？宋代仿品也价值不菲，你弄坏了，这赔的会更多。小南，这再跟我好一点，你这是不想让我们好过呀？故意在这搞破坏。小南，住手！这件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。这刮绣的手法怎么跟那位捏绣诀有点像？这是色门的荧光绣手法，他怎么会这个？我说小南，你还嫌自己不够闹？你装模作样的抠绣，搞得自己跟个高手一样，别捣乱了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想出头，想学点真本事，可你也要分清楚场合吧。哎，王师傅、张师傅，你们看这是什么绣啊？之前你们也没教过。我没教过你，那是因为你从来自己就不学。你听清楚了，这明明就是明明就乖，这绣怎么连我也没见过？不对劲儿啊！张师傅，你看啊，能有什么不对的？不是水坑绣就是土坑绣，再不济就是深坑绣呗。哎呀，你自己看呐！哎呀，哎，这不像啊，怎么能不像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蓝紫色的绣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绣，这分明就是电解铜啊！啊，对，宋代仿制的用的是老铜料，而你这个鼎用的是现代电解铜，而且里面还掺杂了锌，怪不得灯光照的时候泛蓝紫色。多亏了这么个小心，
为什么不用力抠一下才行？这里面的铭文是用激光雕刻的，仔细一摸，这刻痕里好像还残留着金属碎屑。所以这是假的。段老板，您这现代工艺品造价应该不超过2000块吧？你到底谁？一个未入门的学徒。一个没入门的小学徒，好一个学徒！龟手邓，你不要看他只是个学徒，你想刁难他。萧南虽然急躁冒进来，但也绝对不是你一个外人能教。年纪这么轻，你当真是一个学徒吗？根据消息，这个萧南3个月前来店，一直在仓库打杂，平时里沉默寡言，确实是个学徒。我知道了，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他只是运气好点而已。萧南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帮了姐，姐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但是你之后不要再给王师傅他们添麻烦了。好，今天算你们运气好，这西周的青龙岭不用你们赔了。是别高兴太早，这事儿没完。既然是开古董店的，敢跟我玩一把变真吗？变真还是难。咱们都是古玩行的，应该清楚这银元是咱们这行的最基础的藏品。如果你们能够辨别出这4枚银元的真伪，那么我将不再会找你们的麻烦，而且我还会赔付你们100万。甘肃传扬、阴影、汽车壁、一影响、一影阵，4假4真，却都是大精品，真假难辨。这4个盒子的底部都有纸条，上面标明了这银元的真假。若是你们辨别不出，那就不好意思，这个店就该归我了，而且你们得滚出江城。怎么样？敢还是不敢？怎么样？敢还是不敢？抢店则赶出江城，这简直就是赶尽杀绝。鬼手邓，我知道，你挖好了坑，就等着我们往里跳。哎，我们就是不跳，你能把我们怎么地呀？小王呢？巧道的规矩难道你忘了？每一年，每一个古玩店只有1次挂出免战牌的机会。去年你们已经做了鸵鸟，怎么着？今年还想做老鼠吗？别干了，居然不干，滚蛋吧！鬼手邓，你还真是个不要脸！你不就是惦记着这店里这些东西？我就惦记了，怎么着吧？不违法。掌柜的，我看得把他撵出去吧，我们不和他玩。巧道的规矩不能破，如果这次变真我们都不敢接，确实无法在行业内立足，所以这次变真，我们非接不可。听听，你们几个带把的都不如一个女娃娃有种。掌柜的，这2年鬼手邓在江城就没输过，咱跟他玩变真，那就是给自找苦吃。是啊，那青铜器早都栽了跟头，如果再跟他变真，我怕早把再踩坑了。可这家店是我爹给我的，要是白白让给他，我于心不甘。掌柜的，店里的钱币基本上都是我长眼的，不如让我来试试。你有把握吗？这么大一个店面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辨真伪，除了掌柜没种，难道你们也没有种吗？啊，对，你们跟一个女人混吧，有种也会变出孬种啊！掌柜的，要不我……掌柜的，要不我来试试？萧南，你又在闹什么呢？刚才只是你运气好，发现了青铜鼎的破绽，你不可能一直这么好运气的。你把我们当什么呢？一个学徒让你去变，那岂不是让他们笑掉大牙吗？张师傅，我有一点脑，
你可拉倒吧！这3个月我就没见你学什么巧技，你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有把握，你省省来！小南，不是我和你毛说打压你，而是你还没到火候。我知道你想出好可不是现在。很热闹啊！掌柜的，我那清代的烛台修好。哦，修好了。稍等，这老妖的装束和举止，好像有点师傅的味道。掌柜的，没错，是我的烛台，这磕碰的印子还在呢。这不是店里的另一个烛台。掌柜的，你店里这手艺不赖呀，这底座补的是有模有样，要不仔细看，还真看不出来。是湘南补的。掌柜的，这场变针可以让我们试试吗？我说肖南，你怎么跟头倔驴一样？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捣乱，不让你捣乱。王师傅，我觉得可以让小南试试。掌柜的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可以让小南试试。可是掌柜的，肖南才入行3个月，他还是个新学徒，他万一输了，咱这店就没了。掌柜的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哟，这是要搞变针？哼，老姚我最喜欢看热闹，正好学习学习。苏巧巧，你们吵有完没完呢？要吵到明天亮吗？再没完的话，这店我可收走啊！既然大家都没把握，不如就让他试试吧。新手嘛，运道旺，我愿意信他。苏巧巧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是在羞辱我吗？找一个学徒跟我变针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跟学徒变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也加注。如果你说把一只手给我留下，有意思。不是哥，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凭什么顶嘴这个？你和一个学徒，你计较什么？你行你倒是上啊！我先别逼逼。小南，这场变针我们认输算了。我愿意，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你必须跪下给乔姐道歉。望观察银元的层次、包浆、编织、种类、款式。好的不学过去这个花架子。触，判断银元的触感、字体形整、粗糙度、重量。哎呀，这手心能有手指敏感吗？还隔着手套。这次的小南真的是托大了。听，区分是否老硬，是否有穿孔和裂缝。这些银元没那么简单。包浆老道，编织清晰。这些银元故意做的似真似假，看你怎么分辨。这肖南整的花里胡哨的干啥呢？给我都整晕了。我说这肖南呀，就爱出风头，净整些没用的花架子，还不让张师傅和王师傅上，他就一学徒，算哪根葱呀？哎，真的是丢人现眼呀！你们也安静点，我跟张师傅这不也在判断呢吗？王师傅，你怎么看？掌柜的，这4枚钱币做工都很粗糙，但是细节没得说，就连包浆也很好，这有点年份也能对得上，不太好判断。小小子，拿捏不了没关系，别把这枚甘肃币弄坏了。
它可值钱呢，值一套房。还有这枚传阳不带鸟，看着不值钱，上面还有划痕，像是做旧的。其实啊，它就是假的。糟了，小南断定不说伪命是真的，开始拖延时间了。我早就说过不让小南上，你看他这次真的……小子，别磨磨唧唧的，你倒是快点儿！小子，你刚才的自信哪儿去了？啊？还是说你真的就是靠运气吃饭的？哎呀，小伙子呀，火候还不到呢，4选1都不会，还是回去继续当学徒吧。这小子运气没了，一到关键时刻就犹豫不定。哎呀，好苦！糟了，这小南毛毛躁躁的，这回露馅了，解决不了问题呀。辩证也是一种心理效应，鬼手段故意用语言挑衅，扰乱我的判断。一旦辩手失去了必胜信念，哪怕技术再好，也会选错。哎呀，萧南他本来就是一个学徒，本来就不好选择，现在又被鬼手的恶化影响，这怎么办呀？行了，王师傅，你就少说点风凉话吧。你要是看出点门道，你就帮萧南选选。哎呀，我又不能上手摸，我只是看出了一点点，但我也不好选择呀。小南，姐不怕输，放心选。我选。秋南，快住手！千万别去追明英啊！这个是一眼甲。什么？一眼甲？哎，小南，你快把这个放下，咱们重新再选一杯。小南，这梅英看着很光滑，品相也不错，像是被洗过的，但是它是一枚假币，就是故意用药水冲刷，制造被洗过的痕迹。对，这辨真啊，本就是真真假假，是相互试的。不愧是王师傅，幸好提醒的及时。就是姜还是老的辣。怎么跟别人说了几句，该选了？我有说要选阴阳。王师傅说的不对，这阴阳并非做旧，而是外扩的边齿切面不均匀，不像有流通后的痕迹。邓爷，这小子还在那装呢，心里一定急死了吧？小南，你一定要听我说，这枚传阳也不能选，这也是一眼甲，这上面没有鸟，而且民国23年它也对不上啊！你小王师傅，你就赶紧帮萧南选一枚不就行了吗？汽车币和甘肃币2选1。小南，你多听听你王师傅的，把这个传阳放下。掌柜的，你就快劝劝他呀！王师傅、张师傅，我还是选择相信江南。臭小子，看来你始终是个半吊子水平，还是不敢选，还想换？我有说要选这个传阳。王师傅说错了，23年的无鸟传阳并不罕见，只是这传阳是重量不对。这小子有2把刷子，明明看出了破绽，却始终滴水不漏。哼，不像这2个老道，一顿乱摸都没数到点上。王师傅，你快帮萧南选一枚呀！你别催呀，我这心里也没底。现在是2选1，不管选哪枚都是50%的概率。但是我更看好这枚汽车币，它的品相更加是真的。王师傅，虽然我掌力没有您掌的多，但是我也觉得应该选这个汽车币。虽然它包浆昏暗，但是它纹理清晰啊！太好了，王师傅跟张师傅终于确认了，这下肯定没有问题。萧南会不会不听他们的，故意选错？不会吧，他还压了一只手呢。这局辩真有点悬，不好选呀。掌柜的，我跟张师傅都觉得要选这枚汽车币，你快告诉萧南，让他告诉他选哪枚呀？没错，是我的主台，这磕碰的印子还在呢。萧南，你选便是。不是掌柜的，你怎么？算了，听天由命吧。选呢？
赶快选呀！你小子怕了，所以故意在这拖延时间吧？你想我怎么选？随便选吧。这4枚银元无论怎么选都无法选中真品，因为它们都是赝品。这场炼真是一条绝路，也是一个死局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来破这个局。臭小子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利索点儿。4枚都是赝品，你就等着输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想输，我成全。我选。哎呀，小南你怎么能伸到汽车币呢？哎呀，你就是不为店铺着想，你也要想想你的手。萧南，你这意气用事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。好你个萧南，你要是把店铺输了，你就算变成了残废，我也要打死你。臭小子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。除掉汽车币，除3胜1，那么你选的真品就是甘肃币，选定离手吧。老大，你就是给他机会，他也不中用啊。哎，别输了。错，我当然是选3留1。我选的这3枚是赝品。鬼手蛋，有问题吗？难道这3枚不是赝品？你说过盒子里的纸条写的是否为赝品，现在我请你打开纸条，验证我挑选的这3枚是不是赝品。怎么不敢开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鬼手凳不敢抽出纸条？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呀？鬼手凳，辨真讲究公开公正，请你马上打开纸条。抽就抽，急什么？和我们判断的一样，这枚阴阳果然是赝品。哎呀，这也和我们判断的一样，这枚传阳也是赝品。现在就剩下汽车币了，一生一死啊！臭小子，给你次机会，这第3张纸我就不打开了，咱们到此为止，互相都没有什么损失，你看如何呀？掌柜的，这个提议可以啊。掌柜的，这样或许能把咱们的店铺保下来了。萧南的手也能保下来呀。如果我说不，萧南，你不要拉着所有人下水。现在掌柜的店铺保住了，你也不用断手，我们呢也有口饭吃。你这样，你图什么呢？萧南，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特立独行啊？运气有1次2次，那不能总眷顾你吗？你，这心脏病都快被你气出来了。小南，姐一直都相信你，不过姐也觉得要适可而止。人生无常，小心为上。怎么样，臭小子，听到了吧？大家都同意，点到为止。我看这辨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。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如果他鬼手段胜券在握，他会绑手吗？兵无厌诈，小南，咱们还是不要冒险的好。他肯定是骗你的，兵无厌诈呀！你确定要继续？好，那便问问苏巧巧愿不愿意拿这个店铺来为你做赌注。如果他不愿意，你连赌注都没有，还玩什么？拉倒吧。赌注，我有。这不是刚才肖南拿的那枚铜钱吗？哎呀，这枚铜钱不值几块钱的，拿着有什么用啊？萧南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这是清代的瓷墙通宝母钱，孤品，市场价不会低于100万。现在我用它来替换乔姐的店铺，作为新的赌注，继续和你辩证。什么？母钱孤品价值100万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不可能啊！
这奇香通宝在清朝今年只发行了1个月，市面上根本就没有。就算是有，那也是民国跟现代的仿品，这母钱怎么可能出现在咱们店里呢？哼哼，什么母钱不母钱的？你说真的，它就是真的吗？你可以上手看看。不看，没有空看。你不看，看。前辈，没有的，既然你不愿意看，那我帮你看。我这个巧道的老朝奉总有这个资格。老幺，咱们俩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确定要插这一脚吗？这叫什么话？我身为一个老朝奉，只是在辩证一个股钱，怎么这都不可以吗？这老妖竟然是老朝奉的一员，难怪平时深居简出。我告诉你，老朝奉早就过来了，想拿他来压我？退出了。我是退出了老朝奉，但人的名树的影，小道上谁敢不认我？后中，笔锋如刀。真的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没想到我老妖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真的奇祥通宝。这是真的？什么？这居然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哎呦，这奇香通宝在咱们店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人关注，这居然是真的，而且还让萧南捡了这么大个漏。难道萧南真的是一个气运之子？萧南，你真的只是一个学徒吗？精彩，实在是太精彩了！我以老朝奉的名义宣布，这枚清代的奇祥通宝，孤品、绝品、正品，价值超过100万以上。我以老朝奉的名义宣布，这枚清代的奇祥通宝，孤品、绝品、正品，价值超过100万以上。完了。各位手段，巧道规矩，辩真的时候可以用等价筹码替换。现在我以这枚奇祥通宝替换乔景店铺，继续和你辩真，开第3张支条。怎么不敢开啊？不开就是你输的，那就赔偿办法。臭小子，存心的是不是？我只是坚持辩真的真相。回手刃，1屡次3番拖延，我看你是输定了。辩真继续，但是鬼手邓一反常态的不肯开，这肯定有猫腻。这萧南拿出了自己的筹码，这肯定是胜券在握呀！臭小子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辩真到此为止。咱们是否还能做生意，还能成为朋友？执意要把你打开。你呢？邓爷的势力并不简单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小子，他们说的可是事实，你怕吗？不怕。为首的，我坚持继续辩真，请你打开第3张纸。你确定？赝品！你想，有2把刷子，这3枚都是赝品，输了。哇，这么多钱啊，赢麻了呀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走，站住！你道歉。我邓南天愿赌服输。苏掌柜，之前对你言语冒犯，还想收了你这个店，确实不妥，我给你道歉了，够了吧？你走。站住！我让你走。这第4张纸条还没看呢，这么匆匆忙忙的就想走什么？
小子，我已经说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找我麻烦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为首的，巧到规矩，如果在辩争时有人设局，还被人当场抓包，不仅要砍手，还要被逐出桥道。不错，有这样的说法。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局？对，你设局了。你是在污蔑我。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按照巧道的规矩，该被剁手的人可是你。证据就在这。你这是在把我往绝路上逼！住手！小南，我这里有100万，100万呢！只要你把这个钱拿了，就当做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好不好？现在我把我的古玩店的3成股份给你，不5成、8成、10成。现在我背后的人是施老爹，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不会放你。在江城，郑总想让谁消失，这就荒谬明天。我心中的正义告诉我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巧道为非作歹，谋取暴利。赝品，这四枚铜钱竟然都是假的，这鬼手道从一开始就设的是死局。幸亏小南洞察了一切，要不然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女人太无耻了，难怪这几年从无败绩，简直是巧道的毒瘤。当年我爹输给你，是不是也是你设局的？啊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还想跑？做局者断手！啊！不要！啊，兄弟，饶我一次！啊，不要摘我的手，千万不要摘我手！啊，兄弟，我看到咱们是同道中人的份上，饶我这一次，就一次，我把我的全部钱、全部藏品都还回去，好不好？饶我一次啊！老朝奉，您的话就是这行规矩。乔道既讲规矩，也讲情义。萧南，让他退出赃款，滚出江城，永不入乔道，如何？老朝奉一向维护这行正义，既然您开口，当然可。站住！你衣服上的白花是什么意思？是白花会，施老爹是会手。10年前，山河镇，你是那个孩子？说，是什么人让你们这么揍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听说那件事和一批唐三彩有关。哦，对了，施老爹，他一定知道真相。这萧南果然有来头。好，我去哪能找到施老爹？他这个人平常神出鬼没的，我真不知道啊。萧南，这事儿我也落于耳闻，跟鬼手邓确实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施老爹的消息，赶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城西扁斋，那儿将举行一场特殊的辩针，参与者多半都是白花会的人。我去。小南，这100万是你赢的，该归你。这些钱不属于我，我要是拿，也只拿这1000块详其通宝的鉴定费。啊，还有这枚母钱，本就属于店里的遗留钱。这100万说推就推，你小子可以呀！这枚母钱说起来也算是店里赠送给你的，小子居然也不要。这些钱来路不正，但是可以用在正规渠道。苏掌柜人美心善又值得信任，不如把这些捐给儿童福利院，也算是行善积德了。不，这100万你可以不要，但这3万你必须拿着，这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加奖金，我个人给你的，跟鬼手都没关系。苏掌柜，这你帮店里守住了根基，这点钱算什么？都是你应得的。掌柜的说的是，你要再不拿的话，那就是不给我们面子。哎呀，要你拿你就拿着吧，这出门在外，兜里哪能不揣点钱呢？那多谢苏掌柜。还叫苏掌柜啊？叫乔姐。乔姐，这小子
有胆气也有骨气，手底线短变通，不错。湘南呐，之前是我老张有眼无珠了，你才是真才实学。之前我老张说那些胡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也有点倚老卖老了，不过你小子扮猪吃老虎，让我们担心这么久。王师傅、张师傅，我们也都是为了苏姐的店铺，不说这些。哎，别，你可千万别叫我们师傅，我们呢喊你肖师傅还差不多。哦，对了，肖楠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这店铺太小了，实在是容不下你这尊大山。我这次来江城，就是为了调查我父亲10年前被害的事情。我要去破砚斋找白花会，白花会的会长是老爹，应该跟我爹那件事有很大的关系。江城抢到的人鱼龙混杂，你初来江城，怕是不太熟悉。我跟你一块去。掌柜的，破砚斋不守规矩，那里太危险了。抢到的事哪有不危险的？再说了，肖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乔姐，这件事我自己解决。肖楠，你真是没把乔姐当自己人啊！江南，苏掌柜说的没错啊，哈哈哈哈！这人多呢，就是力量大。况且啊，苏掌柜在巧道上也有一定的人脉，肯定能帮到你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这破砚斋的辨真需要一件像样的东西当敲门砖，准备一下。小姐，那只万历青花梅瓶借我一用。这这只青花瓷瓶是官大名烧的真品，确实值点钱，也够看了。拿去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破砚斋1月1度的巧辩会，这去晚了呀，门就关了。肖楠，破砚斋在道上很有名声，但它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小姐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爹曾经跟我说过，破砚斋的每一件绝品都经不起推敲，要么带着暗伤，要么被修补过。但是每当有人想指出来，最后都会在辨真的时候输得一败涂地。那输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？要么退出强盗，要么彻底消失。因为破砚斋的背后就是白花会。20年前，我在京城的巧道小有名气，就这还是栽在了施老爹手里。这遗文用的是铁线条，黄公望从不这么画，厌恶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眼见为实，你难道要耍赖？朋友，你输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彻底退出京城巧道。这不是真的。多年以后，我又一次见到了那幅画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施老爹用极细的墨线篡改了遗文，肉眼根本没法分辨。就这样，他从我手里以赝品的价格收买了此画，转手就以高价卖给富商。所以施老爹的巧技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施老爹可怕的不是他的巧技，而是他颠倒黑白，弄假成真，看透人心。老朝奉就没人管束他吗？管束？你们可知道，他曾经就是老朝奉，他就是老朝奉里的败类。他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，不但践踏巧道的规则，更是一手创办了黑白通吃的白花会。老朝奉的巧道辨真录就在他手上，扉页上写的是去伪存真，可他硬是把这4个字改成了真即是假。我记得20多年前，京城琉璃厂有一位藏家拿着宋徽宗的真迹瑞鹤图上，只是因为不愿意低价卖给白花会，就被施老爹说成了清代仿品。果然不按规矩办事。藏家不甘心，带着鉴定师上门，却被施老爹找到的证据怼的是哑口无言。原来他让人在画轴里藏了半张民国报纸，纸浆啊早就浸湿了卷本。纸浆作旧，好厉害的手段！最后藏家得了失心疯，逢人就说施老爹调换了真迹，可是谁信呢？把真的变成假的，把说真话的人变成疯子，这才是施老爹最厉害的地方。施老爹的通奸手段，也让我怀疑破砚斋的那些巧道高手都是白花会请来的托。所以这次去破砚斋，我们要有2手准备。不错，白花会的人最擅长秋后算账，就算是我们赢了辨真，恐怕也会被堵在巷子里。我有自己的办法。
快来压住，快来压住啊！快来压住！还有没有人呢？哎，好，哎，快！哎，好，哎，快！买定离手啊！开！今天我要统治你们全场的人。雷彪，天字房的首批鉴定师，店铺的字号在他手里那是越做越大。鬼手凳啊，至今不敢跟他比辨真。宋代的石棺间玉枕，哎呦，真品！哎呀，都是我的！哎呀，又输了。保证被你偷过了，这是真的，你还不信？真是。这两位便是古三爷周明胜，都是巧道上的绝儿，多少古物店家想请他们帮忙鉴定，他们都懒得出手。破砚斋啊，是巧道辨真之处。这地方本身就是鱼龙混杂，只要手里有古玩，谁都想玩两把。这辨真知道吗？不外乎真，也不外乎假。当然，还有更难的，辨精品、仿品、残次品，辨年代、款式、咬口。这便是白花会插在现场的暗桩吗？诸位久等。嚯，是柳瑶瑶，竟然是柳瑶瑶，侧门的高手，她也投入了破颜斋。哎呀，这个破颜斋网罗了这么多高手，真是越来越强盛了呀！今日破砚斋的巧辩会，由这幅元代画家阿南的《千里江山图》为据，规矩照旧，先辨真，再压注。赢者通吃。阿南的画，元代画师阿南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现存的只有3幅，最新的一幅真品还是在30年前在伦敦拍卖会，怎么会在破砚斋？这方南字印前印的位置和他那幅秋江独钓图如出一辙，墨色沉郁，是元代特制的松烟墨。不只是这印章，你们看看这山河皴法，是阿难独创的折带皴，带飞白，普通的仿品根本仿制不出来这个印。哎呀，老子玩了30年的字画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阿南真迹。这破砚斋能得到这个宝贝，背后的白花会果然有通天的手段呐！我叔公是博物馆的研究员，他说阿南的画每平方尺估价100万呢。这千里江山图至少过亿呀！你们看看，怪不得破砚斋能布这么大的局，原来是要镇场子的硬货呀。阿南的作品大多毁于战火，现存于世的都是明清的仿品。破砚斋这次拿出真迹，这是要向江城的巧道示威啊！这白花会的势力比我们想的还要大。鬼手段说父亲的事情和当年出土的唐三彩有关，白花会仗着势大，才对父亲下死手。诸位先别着急着惊叹，今日的巧辩会当然会有一些新意。3幅画，这怎么可能嘛，站长啊！从笔触到印章，甚至是重铸，就连折痕都是分毫不差的。这3幅画的指纹也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也太诡异了！难不成家军结层，有人把1幅画切成了3幅？
对，一定是家训切子。既有这技艺，顶级裱画师能将双层宣纸结成3层。阿南的画用纸偏厚，确实有结层的可能，但做到3幅画毫无差别，这种手艺已经失传几十年。白花会竟然网罗了这等高手。诸位来到破砚斋，便是破砚斋的贵客。今日大家来到这里，不都是想弄点好处吗？现在，请诸位辨真，左、中、右3幅画。第1轮变圆计。什么是圆计呀？这懂不懂？接2层上面的那幅画就是圆计。哎呀，那我这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变？怎么压呀？今天高手这么多，咱们就静观其变，跟着压就得了。哈哈哈，阶层呢会损伤墨韵，越往后接越干涩。上面这幅呢，墨色更润，肯定是圆计。顾三爷，我看你又被冲昏头了吧？中间这幅画的印章的边缘有晕染，是岁月侵蚀的痕迹，所以中间这个画应该就是真迹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有晕染，那一定是真迹啊！哈哈哈哈，那我可就梭哈了。既然你们都选中真这幅，那我也选真这幅。巧道的规矩，买地为首。哎，顾三爷，要不你再压一次？也不晚呀。老子不买了。哎，雷彪可是天字阁的首席鉴定师，更是一门的权威，跟着他呀，绝对是没错。这林少的名号啊，谁人不知啊？去年啊，他还变出了8大山人的仿品，听他的准没错。对，2位巧道高手的看法都一致，跟着他们压呀，绝对能吃肉压。肖楠，肖楠，怎么选？这字画啊很难选。肖楠，哎，这小子是谁呀？竟敢压下边，敢和雷彪和林少叫板，年纪轻轻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臭小子，你倒是有种啊！报上名号，让大爷我听听。乔姐古董铺伙计，肖楠。乔姐铺就是差点被鬼手灯吞掉的那个破店呢。哎，你个打杂的也敢到破砚斋来装逼，你算哪根葱啊？哎，肯定是来刷热度的，敢跟雷彪、林少还有卜三爷过招，就怕最后输的呀，连裤衩都不剩了。年轻人，以你的道行，估计连门槛都没有摸着，这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可不是好事儿啊！哥哥，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可别让一个小伙计在这种地方丢人现眼呀！老姚，我看你这个架势是又坑骗年轻人了吧？肖楠，雷彪的实力不在鬼手的之下，你现在改还来得及。没错，这第3幅字画墨迹偏淡，不像是圆迹，倒是这第1幅啊有些看点。再淡也是圆。我再说，缘来缘了，查一查这个肖楠在江城的所有行踪。是。再淡也是圆。肖楠，老妖的话你考虑一下。乔姐，信我。或许我还是太古板了，应该相信一次年轻人。臭小子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还有你，周巧巧，你那个破店都快被鬼手灯都快拆了，你还有闲情带这个毛头小子在这里丢人现眼啊！还有这个老妖，当年在蒲城输光了所有的家底，现在
跟了个窝囊废的老板娘混口饭吃，哈，这是越活越回到以前了。哈哈，有意思，这样的3个人也敢来破燕斋，他们仨加起来还不如我们雷兄的一根手指头懂行呢。三爷承让，哗众取宠，蠢货！你们几个真是吃饱了撑的。我们选哪幅画，用得着你们几个在这指手画脚的？当年我在琉璃厂做鉴宝的时候，就你们几个还穿着开裆裤呢。你这个老东西啊，你还倚老卖老！你当年做老朝奉的时候，把皇宫造的珍品当仿品，为逐出京城巧道的事儿，难道要让我在当众说出来不成？你什么你？这个老妖都成了整个巧道的笑柄了，还想着带着这个臭小子在这翻盘呢，做梦呢！孙老板，我看你趁早关门吧，别耽误个小伙计去码头扛活。是不是做梦？揭开标签就知道。诸位还有需要下注的吗？买定可要离手了。这位萧先生，我见你是初次来破燕斋，我可以破例给你次机会，让你再选一次。不过你要考虑清楚啊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这元代瓷器可就归他们了。我怎么没这待遇？刘小姐，那我要是赢了呢？这里的东西价值100万，按照最高1比10的赔率，如果你赢了的话，可以拿走1/3。但是这高收益代表高风险，萧先生，你可要再考虑考虑。不必。臭小子，你不会是盯上这些赌注了吧？哎呀，年纪轻轻的胃口不小，小心一会儿输了连裤衩都不剩了。哎，三爷，这小子就一根筋，愚蠢之极。好了，二位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这是我祖传的手镯，压这里。乔姐，小南，不管怎么样，姐都挺你的。没事儿。输可以，但不能输了气势。刘小姐，我们压了3件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桌上的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拿走？自然。哎呀，真是3个疯子呀！3个疯子一台戏，这个3个疯子在演戏。安静！今天这局很有意思嘛，看来大家都是信心十足的样子啊。我们江城巧道有你们这样的高手，何来不兴盛的？既然大家都已经买定离手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解局。第1局，接缘计。接缘计。这第一幅图居然不是原计，难道我又看走眼了？你看走眼是正常发挥，这是他们的常规操作。怎么说，大姚？这把要是再输了，就你这个破烟斗，可就没了。我看你下把还拿什么当？你老妖，别理他们。并非老妖看走眼，而是有人在第一幅画上做了手脚。继续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原计，这晕染是老的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白了，这是你所救的飞墨手法，这是有人阶层之后补的墨，故意补的墨。所以破燕斋故意让辩手选错，一定是破燕斋设局。我有理由怀疑这3幅画没有一幅是原计。你们3个是在质疑破燕斋，质疑白花会。破燕斋看门做生意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信，怎么可能会有设局一说呢？选择原计看走眼，那就只能怪你们学艺不精。亏你们3个还是巧道的老手，
难道不知道在破燕斋什么结果都可能有吗？小南，不用踩地雷。少他妈在那说风凉话啊！这小子未必能选对。雷彪，我们可都没输呢，反倒是你们这群输了的人在这里巧舌如簧。哎，你行了，再这么争吵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输也要说个明白。111，签标签吧。我也要看一看有没有错觉。接下来最后一局，接标签。加元气！我们赢了，小南，我们赢了！小南，真行啊！这场竟然是元气，的确是3选1。破燕斋也没有做局。我破燕斋开门做生意，这名誉、声誉都是响彻整个强盗，你们可认可吗？认可，认可。我确实输得不远，是我自己没押对而已。所有人都看走眼了，这小子看出了问题。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这个臭小子运气好，你是蒙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赢了，赢了！我恋爱的孩子们呀，就服了。老姜，来。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可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！哈哈哈。哎，小南，你是怎么知道第3幅画是原迹的？你小子，说说。阿南的作画喜欢在右上打3000里，只有右边这幅在山石缝隙间有个极小的男子，元代的从淹没渗透的不多，除了原迹，下面的2幅没有。真的？原来如此。乔杰果然错，我怎么印象江城有这么好人物？3个月前，萧南在盐城出现过，之后一路乞讨到江城，被苏小小收留当学徒，身份一片空白。但鬼手邓说他懂荧光绣和捻绣诀手法，很可能是老萧的儿子。是，哈哈哈，有意思。当年没杀生，如今自己送上门来。会长，怎么办？哈哈哈，果然精彩，继续盯着，看他能不能赢第2局。虽然破燕真没有做局，但我雷彪还是不服。111，你凭什么断定这第3幅就是原迹？没错，大伙儿都是巧道上。如果今天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别怪大家有怨言，坏了破燕斋的名声。不错，我们需要真相。对，真相。大家提出的问题合情合理，我破燕斋一定会把真相放在明面上。大家请看这里。看什么看啊？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少在这糊弄我们！大家请仔细看。不对，有字儿。真有字儿啊！真有字儿。不错，这幅画山石裂缝中有个墨色极浅又为极小的男字，而其他这2幅画中并没有。这第1幅画真的没有，第2幅也没有啊。这第3幅画是原迹，所以有这个字，而这旁边的2幅画因为墨色没有浸染透，所以根本就接不到这个男字。这也隐藏的太深了吧？611，我发现你这就是故意的啊！这么小的字，这谁能看得见？而且其他2幅画也都做了手脚，所以这样看起来才更像是真的。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这不就是巧道吗？原来另外2幅画都做了手脚，引导辩手将其另外2幅热为原迹，而这看起来最不像的一幅才是真正的原迹。破燕斋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引起一定的热度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画，然后再把这1幅画卖3次。果然是好手段呐！今日辨真，可谓是险之又险。多谢小女能辨出其端。小姐，碰巧而已。这
第一局，萧南胜，赢者通吃。接下来第二局，变真，赢者可挑战白花会，赢者可挑战白花会。挑战白花会，这可是在巧道上立足的绝佳机会啊！若是赢了，那就是江城巧道的新贵啊！那未来啊，这前途无量，怪不得大家都挤破头要来破燕斋啊！接下来，诸位请判断这千里江山图是真品还是赝品。认为是真品者，请压左边；是赝品者，请压右边。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真的。会不会杀个回马枪是假的？一幅没见过世面，爷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们。这幅画中的山石浮匹村，比例笔记，正是阿南晚年的风格。还有这印象，深浅一致，绝非是现代仿制品能够做得出来的。所以，我压这边。没错。是装裱用的宣和装，压真迹。玉带一对，压这边。我压祖传的玉佩，我压我老子金镯子。看来大家还是很相信我们破燕斋的实力，请拿出这么多稀世珍宝出来。如果没有对赌，我破燕斋愿拿出100万来。给所有下注获胜的藏家们均分，这不是白给钱吗？这赢的也太容易了吧！哎，大家等一下，这某人好像还没有压住。阿南的作品啊，存世量可以说是屈指可数，但这一幅《千里江山图》从纸张到墨色都透着宝气，8成是真迹啊！小南。老姚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是真迹。这幅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这种级别的画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小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质疑我们说这幅画是假的？一个破店的伙计而已，哪懂得什么元代的古画？上一局蒙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。特立独行也要有资格。这幅画的绢本是宋元年间的院绢，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也敢质疑啊？哼，哗众取宠，我看你就是想靠这标新立异混口饭吃。各位，大家听我说，这小子几个月前在街头乞讨，当了几个月伙计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剑画高手。我看他分明就是大骗子。各位，这依我看呀，像这种家伙就应该把他给赶出去，丢人现眼，赶出去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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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哦，原来就是个混吃混喝的骗子。这种无名小卒，早点给我滚蛋！你妨碍老子挣钱！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熙熙攘攘，皆为利来，皆为利往。我让人把阿南的画拆成3张，你们3个机灵，无论输赢，先把话题抄起来。会长放心，保证让在场所有人都盯着那3幅画，争得面红耳赤。这种价位东西价值连城，如果你们能把一幅真品的价格卖出3张画的钱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小子，大家都认定这幅画是真的，破燕斋也准备好了奖金，大家也都想讨个彩头，而你却偏偏跳出来说这幅画是假的，我看你就是存心的。萧先生，大家都是巧道上的人，你是不相信破燕斋，还是不相信白花会？难道你要故意找茬吗？小农，姐知道你有实力，姐也相信你。不过刚引来这些筹码，要不然我们见好就收吧。小子，我之前在京城的时候，就是把一副真迹认成了赝品，才导致身败名裂。要是你有十足的把握，不如我们藏锋。我不会看错，而且见好就收，藏分，这不是我的计划。
我梭哈，所有筹码压这幅画是假的。我梭哈，所有筹码压这幅画是假的。你小子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找茬的。我压这么多筹码，你觉得我像是在找茬？怎么？难道我输了，你还会都赔给我？你疯了！你真的疯了你！你小子不权势大，硬刚在场所有人，我就是看不下去了，我就是要跟你再压赌注，你敢吗？哟，你想怎么赌？简单，你小子巧舌如簧，一直在这装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如果说我输了，我就退出抢道；如果说你输了，就跪下，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。跳，这是不敢了。湘南，你别答应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没错，你还年轻，不要在意一场辩真的得失，我们要循序渐进。这小子怕是不敢了吧？他原来是装的，其实是胆小如鼠。你们是脑子有病？他退不退出巧道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凭什么扎筹码？你们是吃饱没事干？这三个人从头到尾都在引导话题和事件，他们的身份绝不是普通的剑真高手，只怕是白花会的策略。小子，你确实巧舌如簧，那你说想怎么赌？我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说吧，怎么赌？我也奉陪到底。其实啊，我也忍你们很久，从这场辩证大会到现在啊，你们的嘴就没有停过，像极了某种动物在讨价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就退出巧道，然后跪下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自然是和你们一样。好。湘南，你别冒险，他们几个混迹巧道几十年，输了大不了就是隐退，但你不一样，你要是输了，前程尽毁。你以为这是在打群架吗？这三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，万一他们要是钻了空子，你就危险了。小姐，老姚，我心里有数。姐不想你冒险，辩真四赌，毁了多少人？湘南，你听见一句好吗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像你一样气盛，结果呢，到他今天这个地步，你赶紧收回之前的赌约，我们最多只是损失筹码，犯不着把自己搭进去啊！我爹当年死不瞑目，这个险我必须冒。赌约我接了。好，有种！今日我在破燕斋给诸位做个见证，按照巧道的规矩，双方达成协议后，便立刻生效。希望会有奇迹吧。我还是相信湘南。诸位，见证输赢的时刻到了。赢了！他妈的赢了！老子绝不会看走眼！你小子就是个骗子！还真把自己当角了。从前到后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啊！小子，待会儿啊就跪下来学狗叫吧，等着啊！我早就说过，少南，你真的是……这小子还是吓傻了吧？站着不动，到这个时候还装淡定，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吧？小子，胜负已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在场的诸位都可以见证，既然你输了，所有的面跪下来学狗叫，从此退出巧道。小子，别以为在这装傻充愣的就能蒙混过关了。笑什么呀？赶紧跪下来学狗叫呀！刘老板，这小子加了赌注，输了变真。如果不承认的话，
那你这个破砚斋该如何办？自然是协助败者履行协议。那如果说仍有人不配合呢？那就按巧道的规矩，让其断去双手。哎，诸位，能否给我老朝奉一个面子，放过萧南呢？老妖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什么面子呀？诸位，萧南是我店铺的伙计，他输了，我要硬帮他。100万买断这个协议，大家觉得如何？苏小小，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？啊，老子告诉你，老子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我对钱没有概念呐！这小子不是特能装吗？特立独行，在这装了半天了，现在让你跪下道歉，退出巧道，已经是对你最轻的惩罚了。小子，我最后再给你10秒，跪下来道歉，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10、9，愿赌服输，萧南认吧。8、7、6。小南，巧道的规矩破不了。5、4、刘小姐，破砚斋就这么点格局？我看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敢公开质疑这么有权威的破砚斋？你敢质疑破砚斋，那就是质疑背后的白花会。小子，你是嫌命长，在这儿可没人惯着你。肖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标签在此，难道还能有假不成？你不但不承认协议，你还质疑破砚斋的信誉，你他妈的算哪根葱呀？标签是你们写的，但话是你们放。肖先生，这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如果你是因为输了和雷彪他们几个人的协议，反过来污蔑我破砚斋的话，那这可不是最好的选择呀。怎么不敢承认呢？肖先生，质疑破砚斋的人并非没有，但证实每一次可都是污蔑。如果你想挑衅我破砚斋，完全可以接受。但如果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按照巧道的规矩，必须断其双手。小南，认命吧，何必断去双手呢？跪下道歉，绝狗叫，然后退出巧道。有人他不愿意承认输呀，但是他愿意赔上一双手，那也可以。刘小姐，等我若说出了所以然，那破砚斋便会以信誉全无。今日在下这么多人见证，永远都不会有人再相信破砚斋，相信百花会。好，他的破绽就在这证据，就在那树上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过过你的脑子呀？啊，这树有什么问题啊？难道这就是你的证据？原人话术用的是狼毫，笔锋硬如针尖。所谓漏分镜是铁玉，但你们看的水少，笔触圆润如泡过水的棉线，边缘晕染的模糊不清，这样是现代尼龙笔机器。怎么可能啊？尼龙笔的弹性很差，笔尖又是圆的，怎么可能画得出狼毫那般刀削般的锐利呢？对啊，狼毫的笔锋会劈叉，画树的话会有飞白。你们看啊，这幅画的树全是死线，根本没有飞白。现在你们还觉得这幅画是真是假？萧南说的对呀，这完全无法反驳呀。那这画是假的，
这一切都是破颜斋做的局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幅画鉴定是真的，这价钱就能一飞冲天，这3幅画就能卖上亿呀！破颜斋打算盘的生意，怎么这么难为会听到呢？你们破颜斋啊，伙同巧道高手，公然造假卖假，破坏巧道规矩。我看以后还有谁敢相信你们？各位，萧南可是做了一件大事，替你们拔出了这个窝点。假的？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骗了！我们都被破颜斋给骗了！从头到尾，我们就是施老爷的一个棋子呀！所以，该跪下狗叫的是谁呀？小子，你想让我们跪下来狗叫就狗叫啊？做梦！老子混迹搅到几10年，就算是输了，也轮不到你这一个伙计在这里发号施令。愿赌服输是没错，但你用旁门左道一恶，这样对不作数。没错，我们也是被破颜斋给骗了呀，那凭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屈辱？你们是打算不承认是吗？巧道的规矩只看输赢，不问缘由。你们当时让萧乃下跪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？今天你们必须退出巧道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柳小姐，破颜斋刚刚也做了见证，阿木若是不承认，会怎么办？萧先生年轻气盛，雷先生他们是一时糊涂。如果不承认，是要剁手的。萧先生，要不这样，让他们双倍赔你筹码，这事儿就这么算。赔偿双倍筹码？我要的只是巧道的工程，还是说你们破颜斋早就和他们串通好了，现在是要包庇他们？怪不得刚才他们那么嚣张，哼，原来和破颜斋是一伙的呀！你们破颜斋不出来主持公道，那以后我们谁还敢来啊？堂堂的破颜斋不但设了局，就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跟放屁一样吗？这是干什么？各位，愿赌服输，别逼我动粗。你们是叫喊什么叫喊？我是这雷彪这小子，输了还不认错，孬子！哼，早就应该退出巧道了，活该！我，自作自受。这以后呀，再也不信这破颜斋还有些什么狗屁巧道高手了，这就叫做恶有恶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代表老朝奉宣布，巧道恶人雷彪、武三爷、林少彻底退出巧道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小子也就是老朝奉，怪不得江南的巧劲那么强。怎么可能是老朝奉呢？难道还有巧道？早知道你是老朝奉，我们怎么可能和你作对呢？你们3个，给我滚！以后若是再敢踏入巧道范围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；若是有违反法律，将有法律制裁。好，六小姐，赢的人可以继续挑战白花会，我选择继续挑战。行，市会长也已经等你很久。会长，老萧的儿子果然有乃父之风啊！你认识我爹？何止认识？当年你爹的演秀诀可是让整个巧道都佩服，可惜啊，太固执。当年发生什么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小子，你有义气，我助你渡劫如何？加入白花会，留在我身边，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我可以让你当江城分舵舵主，由小晋荣华府。
我爹当年就是死在你们这种人手上，你觉得我会跟你同流合污吗？不算难度，就该想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爹是不是被你害死的？不知萧南和白花会还有这样的过节？原来这萧南从头到尾隐忍，就是为了把这施老爹逼出来呀！当年我们搞了一批唐三彩，你爹这个人太老，要把这一切东西上交国家。菩萨说不能提，这能是菩萨的意思？我爹不同意，你们就对他下了黑手。有，施主生气了。哎呀，当年你爹的状态和你现在差不多，激动、愤怒、隐忍、想嗔的笑。他就是在激怒你。如果你决定挑战本王，那咱们就来一局真。你赢了，名声响彻整个桥道；不你失落，那一切都结束。什么叫都结束了？当然是自愿赢。小南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有没有这个心？来了！这什么情况？这是要把我们都软禁了呀？不至于吧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他只是不让萧南走而已吧？诸位，白花会只是和萧先生做一场辩真而已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这是一尊宋代佛像，是我白花会的镇堂之宝。你如果能变出这个，我可以留你条生路，是条取经路。看来我没得选。在正式辩证开始之前，我要额外加一条赌约。你想知道真相，那你的赌注是什么？桌上那些文物，算起来应该有个200多人。我相信白花会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将他们变现。有的意思，可以。准就是要验真了，我们有好戏看了。不是真就是假，这萧南不会真把白花会拉下水，这就好玩了。萧先生，请。萧南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动手了？跟施老爹比辩真，胜率极低的。这张嘴，什么都他说了算。那萧南，你放心，自有办法。萧先生，如果你辨别不出来的话，不妨告诉大家，大家不会伤害你。哎呀，这都10几分钟了，连屁字都不说一个，简直是叫人干着急呀！这市会长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萧先生，这尊佛像到底是真还是假？这尊佛的眉心痣是由朱砂点的。宋代佛造像讲究的是紫毫点缀，用的是紫檀木研磨的颜料，不可能有这个香。你倒是有两下子。不对，萧南，我见过类似这样的朱砂点痣才是正品关键。快了，还得拖一拖时间。我再给你2分钟，如果你还不做出判断，那我白花会就认定你失败。白花会也太强势了，我就是耽误了几分钟，怎么这就等不起了？不讲。你站着，你觉得你们走得了？现在对我动手，你们只会罪加一等。你是在拖延时间。我只是在认真辩真而已。倒是市会长，你好像很怕耽误时间，很怕警察呀。不行，接到举报，这里涉嫌倒卖文物。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知道我谁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犯法，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警察同志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稍后我们会和你一起回去做笔录。好的。早报警。桥道上的账是时候算清楚。小子，真够卑鄙！这次去赴肉针，我们要有两手准备。我说，白花会最擅长的就是敲松所。
就算是我们赢了辨真，恐怕也会被堵在巷口。我有自己的办法。你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打个电话。发给谁？江城警察局。你想，霍应斋肯定有见不得光的地方，只要给警察打个电话，他们肯定会派人盯着。这样不会打草惊蛇吗？匿名举报不会暴露身份，但会让他们有所警惕。万一咱们在里面出了事儿，外面至少还有双眼睛看着。你小子真够卑鄙！除恶正道，哪有什么卑鄙可说？况且，当我决定要来你这破燕斋的时候，就没打算只靠辨真来赢。哼，我告诉我，你永远想知道你父亲真相。我父亲当年的事情，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真相。带走。队长。小南，所以这佛像到底是真是假？小道变的不是真假，而是维护正义。这尊佛像是真是假，早已超脱了他原有的意义。